今年4月份时，我推的孩子推出动画，获得了现象级的关注。前阵子日本 LINE 也发布了调查日本高中生漫画偏好的问卷，我推超越《间谍家家酒》，成为了排名第1的作品。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这部作品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今天我会从一些制作面的角度来分析我推的孩子成功的原因。嗨，大家好，我是 Emil。我的频道主要会分享一些对 ACG 作品或产业相关的评论、分析跟杂谈之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欢迎订阅我。今天我会从制作面来分析我推的成功原因。为什么频道第一部影片要选择我推呢？主要是希望频道的流量能跟我推的声量一样一飞冲天了。回到主题，其实我推基本上在动画推出前，光是漫画就已经有不少声量了。而动画的宣传行销更是做得相当彻底，光是 YOASOBI 的 idol 就直接席卷全球，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强的宣传手段了。所以今天我会把重心放在制作层面上，分别从几个点逐一去讨论。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剧透，大家再自行斟酌观看。那么马上开始吧。我推的孩子是由赤坂明及横枪蒙果2人合力制作的漫画。由赤坂明负责编剧，横枪蒙果负责作画。在我推之前，说到赤坂明，大家最常想到的应该是辉夜姬。横枪蒙果的话，最有名的应该是人渣的本任。两人在剧情背景、设定的设计上都算是相当厉害。具体来说，就是很清楚怎么样的开局会吸引观众。接下来讲讲分工的部分。赤坂在辉夜姬连载结束后，有在推特发出声明，说未来将专注于剧情创作，暂时放下漫画家的身份。其实在未来或许这样的形式会越来越盛行，像《链锯人》的作者藤本树也曾在访谈中透露自己想专注于剧情创作上。本来漫画家需要一边构思剧情，一边赶着作画，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如果能够将2件事分开来做，那剧情的安排变得更精致，也算是预料之内的事。实际上，我推除了在开头的剧情节奏相当好之外，也有很多细节跟彩蛋，这边就不特别举例。而细节跟彩蛋在某程度上都会有助于提升作品的讨论度，以及提高世界观的完整度。以往以偶像作为主题的 ACG 作品，其实大多都是展现偶像本身或偶像产业令人喜爱励志的一面。就算是描写偶像私下生活的剧情，大概也都不会太负面。但我推就是反其道而行，透过偶像产业的黑暗面引起关注。上一个以偶像产业的黑暗面为主题的 ACG 作品，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今敏的《蓝色恐惧》。在这里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作品。虽然已经是20几年前的作品，里面很多对于偶像产业的描述，直到现在可能都还会让人觉得很符合现实及毛骨悚然。其实描写偶像产业的黑暗面，或者说现实面，某方面来说也是满足了粉丝们对于偶像私生活的好奇心。多数追过偶像的人，可能多少都会好奇偶像平时的生活，讲白了就是想知道偶像最真实的那一面。我推这种性质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把偶像们的生活跟想法摊开来给你看。实际上，偶像们到底是不是我推描述的这样，其实倒不是重点。至少他提供了一个观点，满足了粉丝们的这种好奇心，那就有足够的观看动机了。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作品的数量实在太多，即使是剧情很优秀的作品，也可能埋没其中。想要获得关注，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在开头的设定跟选题就要足够吸睛，还有整个作品要有主轴跟动机，才会让观众想继续往下看。我推的开头虽然还算是有爆点，不过到星野爱死之前，其实相对主轴没有那么明确，这对于现在动画1集就要引发话题的潜规则来说不是很吃香，所以制作组的做法是直接把第1集拉长到剧场版长度，好处是让爆点跟整部剧情的主旨在第1集就被看到，但坏处就是如果节奏没有掌控好，很容易让人看到一半就不想看下去了。毕竟在这个短影音盛行的环境跟风气，要好好坐下来看完一部电影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说到第1集的长度这件事，我推并不是唯一一部把第1集时数拉长的作品，其他还有包含像是《Re0》、侦探已经死了，还有最近的葬送的芙莉莲等等的。
通常会这样做，大概就是一般20几分钟的内容还无法传达出整部作品的主轴，或是让人感到期待，或是想在第一话就把情感堆积起来。我个人认为我推第一集的处理还算不错，但还没有到超级神的程度。实际上网络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人发表他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的心得。第一集的中段到星野爱死之前，其实剧情是偏沉闷的，虽然偶尔还会有一些笑点，但到后段确实会有一些疲乏。不过整体来说，这个决定我觉得还算是正确的，毕竟确立主轴才会让观众想继续往下看。我相信看过我推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的角色塑造是蛮成功的，个性鲜明是基本，更重要的是我推把角色的过去经历会影响他现在的个性这件事诠释得很好。这点放在探讨偶像真实面的主题之下，感觉有起到加成效果。因为这些细节会让身为偶像的角色跟故事更有说服力，更贴近现实。这也是一般会对偶像题材感兴趣的观众期待看到的。个性鲜明且刻画够深的角色还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建立起党派战争，让观众各自有支持的角色，造成话题。顺带一提，我是帽子党。我推透过群像剧的方式，一边介绍角色的过往，一边也阐述了很多演艺圈会有的问题及争议，像是童星的未来展望、剧团演员跨足实境恋爱剧的不适应、被延上等等。在很多作品里面，角色的过去往往只扮演成就这个角色性格的工具，所以很多作品在描写角色过去的时候是很扁平跟单调的。最常见的就是被同学霸凌、遭受双亲冷暴力之类的。不是说这些桥段不好，只是观众还是看得出作者在这些故事上处理的深度的差异。我推的做法是把角色的过去连接到各个不同的演艺圈议题上，并很仔细跟写实的去表现这些状况，让这些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主线剧情，成为整部作品里相当核心的一种传达意涵的方式。除了增加这些过往经历的多元性，也让这些故事跟议题有更多被探讨的空间，我认为是很高明的手法。以上大概是我认为我推在制作面上比其他作品更突出或是值得一提的一些特点。我推的成功，我个人认为宣传行销手段还是占最主要因素，不过这都是建立在它有大红的潜力这件事上。其实我看了无数的作品，感觉很多时候一部作品成不成功，绝大多数还是看机遇，还有后续的包装，这是很现实的事情。但作为创作者，把作品的每个细节都处理好，或是用尽各种技巧让作品更加精彩，我觉得除了是对自己作品的尊重，也是硬实力的展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希望我制作的主题，欢迎在底下留言，我都会去看。如果喜欢的话，也请订阅我跟按赞。我是 Emil，我们下次再见，拜拜。